嗨，大家好，这里是方竹时间，我是方竹。你有没有发现，在这个世界越来越吵、越来越乱的时候，有一个国家总是不声不响的把很多事儿做对了、做好了。它不是最强国，也不是最富国，却常常是最让人放心的国家。方竹说的就是新加坡。未来10年，它可能不会拥有最多人口、最大的军队、最高的 GDP 总量，但它正在一些关键的领域，像制度设计、治理效率、全球信任，悄悄地跑在世界的前头。那么，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说一说，新加坡为什么越来越像世界软实力版图上的隐形冠军。再来看看未来10年，新加坡将会在哪5个方面领跑全球。首先要说的是全球财富的避风港与家族办公室的枢纽。如果说过去10年最明显的趋势是有钱人搬家，但是你知道吗？搬得最多的地方不是瑞士，不是迪拜，而是新加坡。根据新加坡金融管理局 MAS 的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底，在新加坡注册的家族办公室已经超过了1600家，而5年前这个数字还不到300。资产管理规模已逼近1万亿新币，约合7500亿美元，而且增长曲线并未放缓。为什么这些全球最富有的人纷纷地把家族办公室迁往这个面积还不如洛杉矶一个区的小岛国？我们不妨来看几个例子。Ray Dalio 桥水基金创始人在2023年正式设立家族办公室在新加坡，并表示看重的是法治、地缘位置、政策确定性。Google 联合创始人 Sergey Brin 也在2022年被曝已经通过代理设立投资机构在新加坡。印度富豪阿达尼家族、阿联酋石油家族、东亚传统华商大族纷纷把部分基金和信托资产交由新加坡管理。他们看重的不只是新加坡的税制友好和生活品质，更是这个国家在全球金融系统中所代表的那种低调但稳定、中立而可信、制度高效、法律透明。对于高净值人群来说，财富是一种跨世代工程，而新加坡的角色不是富贵享乐之地，而是可以托付3代人未来的制度容器。你不需要喜欢它的规则，但你会发现在新加坡，政府办事不拖拉，警察不会敷衍你，医疗不会让你倾家荡产，法律呢也不会突然变脸。说到底，真正让人把几代家产交出来的，不是税率，不是豪宅，而是系统的可信赖。还有，新加坡会是 AI 治理和数字政府的先行国。说起智能政府，你会想到硅谷、首尔还是北欧？其实，在多项全球电子政务与数字治理排名当中，新加坡正稳居亚洲第一，并逐步地冲进全球前5名。在联合国电子政务发展指数 EGDI 中，新加坡常年位列全球前10，领先于日本、澳洲等区域国家，仅次于丹麦、韩国、爱沙尼亚这类的数字治理老炮国家。但如果我们从 AI 融入治理、数据整合效率、政策落地速度来看，新加坡的综合表现已具备了超小国体量下的超级系统执行力。你在新加坡办身份证、申请补贴、查医保、登记换护照，几乎所有流程都可以在手机上搞定。早在疫情之前，新加坡就推出了 MyInfo、SingPass 等全社会通用的实名系统。疫情中更是率先上线了 Trace Together， 大规模部署数字追踪 APP。到了2024年，新加坡更进一步发布 AI 治理框架，不仅包含了算法的伦理准则，还明确了 AI 在公共政策参与、财政预测、医疗排程等领域的可控边界与责任构架。这不是玩 AI， 而是用 AI 做国家级治理的系统实验。你千万别惊讶，在未来你会看到医院手术排程由 AI 统筹，优先级公正透明。
城市交通灯根据人流与气象动态实时优化，政策预算案先由机器模型预演效果，再由人类修改定案。甚至在教育资源分配上， AI 会辅助平衡区域的公平性。这一切呢，都不是未来幻想，而是新加坡政府在治理及科技的现实路径上已经跑出的样板线。它不是用 AI 来取代治理，而是用 AI 让治理更有逻辑、边界和效率。在一个政策争吵声很大的世界里，新加坡选择了先做出范例。再有呢，在未来，新加坡将是亚太地区的中立调解中心。在这个大国拳头越来越硬、话语越来越吵的年代，小国能做些什么呢？新加坡的选择是成为可信任的裁判。你看，新加坡的聪明在于总是能在各种处境中找到适合自己的位置。你可能没注意到，在很多跨国贸易争议、海洋边界纠纷、企业仲裁案里，新加坡国际仲裁中心 SIAC 越来越常出现。为什么呢？因为它使用普通法体系，被多数国际公司接受，行政中立，程序公开，没有太重的地缘偏见。比如在2020年，美国科技巨头 Facebook 和印度最大的电信集团 Reliance Jio 发生合约纠纷，最终双方选择在新加坡而非美国或印度进行仲裁。原因呢，很简单，新加坡提供了一个既不偏向发达国家，也不偏袒新兴市场的大平台，程序可信，裁定中立，避免了政治风险的干扰。这使得新加坡将会成为国际争端的冷静区。而且新加坡政府呢，早已经开始布局了，不只是法律层面的中立调解，还打造了新加坡国际调解中心 SIMC、 新加坡国际商业法院等多套机制，构成了一个完整的国际争议解决生态圈。未来10年，越是地缘混乱，越是需要这样的角色，一个让大家都信得过的小国家，帮你说理、止战、收场。这或许是新加坡最隐形，但也是最贵重的国际角色。我们再来说说第4项，新加坡将会领跑全球的领域，那就是绿色物流与区域供应链。大家都说新加坡是一个没有工厂的富国，它可能不会制造你用的手机，但它很可能是你手机零件在全球绕了一圈之后，最后一次被整合发货的地方。根据世界银行和 DHL 的全球物流绩效指数显示，新加坡在2023年全球排名第2，仅次于德国，在基础设施、清关效率、时效性等维度长期领先。它的港口系统更是全球枢纽级的存在。在2024年，新加坡处理集装箱超过了3750万个标准箱，约占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总量的近8%。这是一个惊人的占比，尤其考虑到新加坡国土面积只是纽约市的1半。而未来的图阿斯超级港将在2030年以前完全投用，目标是年处理能力达到6500万个标准箱，将成为全球最自动化、低碳、高效的深水港之一。在绿色航运方面呢，新加坡正在积极试点氨燃料。那氨燃料呢，是被誉为最有前景的零碳燃料，还有轻动力船舶，并推动绿色航运走廊倡议，与荷兰、韩国、阿联酋等国合作，试图定义未来航运的新标准。大家知道，定义标准就是话语权。物流呢，不再只是搬东西，而是成为全球经济神经系统的调度中枢，而新加坡正在悄悄地坐上指挥席。那第5项，新加坡领跑全球的，就是新加坡将成为精英小国联盟的制度输出者。说到制度输出，你可能会想到只有超级大国才有资格做这件事儿，但别忘了，新加坡这个小国正在用一种特别安静但越来越有影响力的方式，
把自己的治理逻辑输出到世界各地。他不搞革命，也不喊口号，靠的是把事情办好，然后让别人想学你怎么做。举个例子，中东一些国家在建未来之城，就派团队来到新加坡学习智慧城市怎么设计。非洲一些国家在反腐这件事上请新加坡去讲座。就连欧洲和美国也在研究新加坡是怎样让公务员既拿高薪又不贪腐，还愿意长期留任的。在这里呢，房主也真诚的希望我们纽西兰也能够到新加坡学学效率是怎么一回事儿。为什么他们愿意学习新加坡？因为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也不带情绪，而是提供一种实操版本的理性。他像一个制度匠人，不爱出风头，但你一旦想认真修系统，就会忍不住来找他问一句：你们是怎么做的？在这个焦虑蔓延的时代，新加坡这种不急不吵不漂浮的治理风格，可能恰恰成为不少国家眼中的安静参考坐标。在方主看来呢，新加坡真正值得学习的，不是它的光鲜数字，而是它骨子里的一种工程理性。它的政策不画大饼，而是预设风险。他的演讲不是突出演讲者自我，而是传递管理预期。大家见过了表演型领导者，结果呢，将国家弄得一塌糊涂。再有，这个国家的预算不是应景撒钱，而是规划长期抗震。也许它没有色彩缤纷之感，有时也会有点冷或是太理性，但它可贵的是，在乱象的年代里，它不会突然失控。最后呢，方舟想说的是，对于未来，新加坡绝对是那个不声不响，却慢慢地攒下了信任和在某些领域不断领跑全球的国家。这里是方舟时间，我是方竹。如果您对这个话题有想法、有表达，欢迎您在评论区留言讨论。也请您点赞、订阅方舟时间，支持我继续说出我所遇见的和感受到的。方竹祝您好运、好心情。我们下期继续看世界、看智慧、看人间工程。